欢迎来到哈利的游戏小屋。终于，哈利的 UP 主生涯在今天正式起航啦！在小米的强烈推荐下，哈利打开了拥有着悠久历史的 MMORPG《魔兽世界 WoW》的潘多拉盒子。虽然刚入门不久，但是哈利还是很快就开始了暗影之境的冒险之旅。相信不少小伙伴也已经满级了吧？不过，哈利在游戏过程中还是发现有很多的新人小伙伴对于副本里 BOSS 的技能一知半解，亦或是完全没有头绪。于是，哈利就决定给大家讲解一下 9.0 的5人本 BOSS 攻略啦！啪叽啪叽。而今天，哈利将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让各位小伙伴十分痛苦的苦痛剧场啦！相信对这里大家已经不陌生啦。刚刚降落在马卓萨斯时经历的竞技场混战，肯定还历历在目吧？而这里存在的意义，便是给最强的勇士提供一个能证明自己的地方。苦痛剧场的入口就位于马卓萨斯地图的正中央。副本的路线并不复杂，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吧。在这个副本中，加入了死灵领主师盟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喽，只有你们可以使用副本中的死灵领主惊奇哦。使用之后，就可以给队伍里所有人提供10%的临机应变和移动速度呢。每次 buff 持续5分钟，副本中总共有3面这种惊奇。也就是说，最多可以有15分钟的 buff 时间呢。那么，这么好用的惊奇到底分布在哪里呢？嘿嘿，就让哈利来告诉你们吧。惊奇的位置就分别在 BOSS 肉排路线入口走廊尽头的右手边， BOSS 库萨洛克路线入口的左手边，还有 BOSS 卫士者萨夫路线的第一个房间的小 BOSS 身后。可别傻乎乎的放着福利不用哦。看见了可以点的旗子，就赶紧招呼小伙伴们围上去点起来吧。1号 BOSS 灭世挑战者是一个3人组的 BOSS。首先，剧毒者的瘟疫剑是随机选择目标的，如果你有余力，打断即可。它还会不断释放召唤剧毒孢子的地板技，落点会有动画效果。落下之后还会逐渐扩散，躲开即可。在剧毒者 HP 40%以下时，它还会给所有人施加基因改造。中了这个技能的人会不断的产生剧毒孢子那样的毒池。因为属于疾病效果，所以可以被驱散哦。只要大家注意走位，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威胁的角色。斩首者的技能大部分是针对坦克的。在他的 HP 到了40%以下时，斩首者会进入狂怒状态。这时你会发现他的模型有变大变红的效果，而且开始随机连线追人。这时候当然是快跑啦！不过这个效果可以被德鲁伊的安抚和猎人的凝神射击直接驱散，让他的目标重新回到坦克身上，并且连这个技能所附带的额外护盾效果也会被一并清除哦。诅咒者的死灵剑也是随机灵人，灼热死亡会随机点名一位玩家，对这位玩家周围的人造成范围伤害，可以被打断哦。玩家被点名后会出现类似于这样小圆圈的效果，只要你不和队友肩并肩，基本上就可以无视这个效果啦。另外，诅咒者会随机给他的2个队友释放幽能转移，会将他对玩家造成的伤害来治疗他的队友。不用哈利多说了吧？这个效果必须第一时间驱散。不过，如果你的队伍因为某些奇怪的原因，没有针对魔法的进攻驱散的话，那还是把诅咒者列为首要击杀目标吧。最后，在诅咒者 HP 40%以下时，会给自己套一个不能被打断的盾，也就是多一点血而已。也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在开战之后，狡诈者会定期入场晕人10秒。如果发现你的队友被晕了，请对狡诈者使用控制技能，这样就能轻松赶跑这位血精灵盗贼啦。不然的话，就让你的队友休息10秒钟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推拉技能是没有用的哦，请使用昏迷等硬控技能。击杀掉3人组之后，我们会直接掉入剧场楼下。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之后3位 BOSS 的击杀顺序哦。先从卫士者萨夫开始说起吧，他的技能并不复杂。野蛮连击是一个单纯针对坦克的技能，他会时不时在场内插下压制惊奇，让所有人不断减速。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机会躲避他接下来的技能，请务必优先把旗子打掉哦。BOSS 的下一个技能是马卓萨斯之力，这是一套组合的随机范围技能。组合技之一的巨力猛劈是一个几乎占据场地一半的 AOE， 但有十分明显的场地范围效果。而组合技之2的粉碎猛击是一个有读条的正面直线 AOE， 观察它的正面朝向，躲开它即可。组合技之3的震耳冲击会打断所有人的施法，并且对他自身周围造成范围伤害，同样有读条。这时请注意他的身边会有很大的圆形范围效果，近战请躲开。法系之夜们也注意读条停手哦。这套组合技可谓是刀刀致命，如果之前的旗子不能及时打掉的话，将会给队伍的走位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最后是这个 BOSS 的特色技能鲜血与荣耀，他会随机选2位 DPS 进入下面的决斗场进行单挑，胜者会获得10%的伤害加成，败者则降低10%的伤害。结束后，双方玩家会满血回到 BOSS 战的场内。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2个人45秒内都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双方都会减少10%的伤害哦。这里呢，一般会优先让 DPS 更高的人把另一位杀掉，然后快速回到 BOSS 场地。但如果你们正好有什么私人恩怨的话，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鲜血与荣耀吧。串场了，然后我们来讲下一个 BOSS 巫妖库萨洛克吧。首先，它是不会动的，所以坦克请保持在它的近战范围之内，不然它就要开始全团 AOE 了。异界冰寒是一个开战之后固定存在的 AOE， 就是个给奶妈找工作的技能。抓握之手是一个会生成一堆小手手特效的地板技，砸下去时会有伤害，但后续没有。此外，库萨洛克还会随机抽取2个人的灵魂，这是一个引导法术，动画效果很明显，并且引导结束后你无法做任何事情，而这时我们就需要跑去找自己的灵魂。找回自己的灵魂之后，可以获得一个30%的增伤 buff， 不需要点击哦，只要碰到灵魂即可。注意，如果20秒内找不回自己的灵魂，就会被心控哦。保护我的敌人，痛击我的队友。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找回灵魂的小诀窍呢？嘿嘿，还记得刚刚提到 BOSS 放的小手手技能吗？当你中了抽取灵魂，请马上走进小手手的圈圈里，小手手们会帮忙抓住你的灵魂哦。这样，各位小伙伴们就不用辛苦的满场地抓自己躁动的灵魂啦。幻魄寄生是一个魔法效果，它会随机点名2个人，附加持续的 DOT， 身上会出现这样的效果，要注意远离他人，所以奶妈需要注意第一时间驱散它哦。攻略完 BOSS 库萨洛克后，让我们去会会那个名字让人看了会流口水的 BOSS 吧。虽然他的样子一点也不可口。BOSS 肉排的技能非常简单，憎恨打击只针对坦克，导肉猛击则会把所有人拉向 BOSS， 请注意第一时间跑开哦。而需要重点讲一下的就是下面这个场地技能啦，天花板上会时不时降下1-2排肉钩，被碰到的话就会一直被昏迷，并受到流血伤害。注意第一排降下来的肉钩之间的缺口处哦，它会带着2只小怪渗液残渣下来，而这同时也是我们躲避肉钩的方式。缺口后面还有第2排的肉钩，
所以清场的速度会比第一排的肉钩慢一些。利用这个时间差，就可以轻松躲开啦。所以小伙伴们专注啃肉排的同时，要时刻注意着四周的墙壁哦。另外还要注意，深夜残渣这2只小怪死后会留下毒池，如果可以的话，请让他们尽量死在场地边缘。不过他们的优先级也没那么高，打人也没有很疼啦，所以准备如何处理，就看小伙伴们各自队伍的能力啦。击败下层的这3位 BOSS 之后，我们将会回到剧场正厅，面对苦痛剧场的历代卫冕冠军最多的选手——不朽女皇莫瑞莎。我们的新秀即将挑战的是苦痛剧场史上连续卫冕冠军次数最多的不朽女皇莫瑞莎。经过主持人的一番氛围渲染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最后一场决斗。收割之镰会对坦克同时造成物理和魔法伤害。黑暗破灭释放时会朝坦克的方向读条，读条完成后开始引导一条直线的冲击波。需要注意的是，冲击波会朝一个方向摆动一定的角度，请务必要躲开哦。也可以和 BOSS 站得近一些，方便躲避。抓掘裂隙，只要注意不要被吸进去就好。死亡征兆会在所有玩家身上触发一个很大的绿圈，要注意远离队友哦。在这个效果结束后，还会生成一只小怪，请打断并且优先击杀它，不然会非常疼。另外，在 BOSS 生命低于50%时，会召唤屠杀残影。第一种是2人互相搏斗的影子，只要不站在影子的范围里面就没事啦。而另一种则是从场地4周生成的影子，它们会朝场地的中心直线冲锋至场外。注意远离场地中央和冲锋的直线方向，就不容易被冲到啦。经过了之前的重重挑战，并击败了不朽女皇莫瑞莎后，我们就成为了竞技场的新冠军啦！胜利和荣耀都属于我们。在这里，哈利也接下主持人的吉言，祝愿大家百战百胜。以上就是目前9.0中 BOSS 最多的苦痛剧场啦。小伙伴们学会了吗？另外，哈利也还在学习中，有不足之处还请多包涵，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接下来哈利还会加油制作其他的5人地下城攻略，希望小伙伴们有一场愉快的暗影之境地下城之旅。也希望喜欢哈利的小伙伴们多多关注和支持哈利哦，你们的支持就是哈利动力的源泉。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